早上好，今天是加东之旅的第4天。我们在去景点的路上路过了天桥下，看到有许多涂鸦。那这些涂鸦是街头文化的缩影，充满了艺术个性。大家不妨有时间可以去细细观察一下。我们第一站来到魁北克的火车站。那我们现在位于火车站门口的喷泉花园。那这个喷泉花园种植了各种季节性的花卉和植物。喷泉中央有一个雕塑，水流从中间喷出，尤其在夏季时，喷泉为周围的环境增添了生机和凉爽感。喷泉和花园旁设有座椅和步道，游客和当地居民常常会在这里停留，享受休闲时光。这座火车站是该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提供通往蒙特利尔、渥太华和其他城市的铁路服务。这座车站它不仅仅是一个交通站点，它还是一座充满历史和建筑美感的地标。火车站的建筑风格属于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融合了城堡和宫殿元素，非常符合魁北克式的欧洲风情。火车站的外观像一座小型城堡，有尖顶和石墙，充满了历史感。站内有高高的拱顶和大型窗户，自然光充足，空间感十足。火车站内部保留了许多原始的建筑细节，比如木质装饰和艺术雕刻，给人一种典雅的氛围。我们找了一家景区中心的餐厅吃 brunch， 这是一家以传统魁北克美食为特色的餐厅。餐厅在 Google 上评分高达4.8分，人均大概在20到30刀加币，总体上的体验都不错。就是魁北克天气太炎热了，然后这边大部分的餐厅是没有空调的，会影响吃饭的心情。那这家餐厅的推荐指数呢？个人给到8颗星。老城区景区里会有许多街头杂技表演，那特别是在像广场和步行街这种地方，比如说皇家广场、圣路易斯门等地方，就会经常有一些人在表演杂技啊、音乐啊、舞蹈啊，甚至于魔术等节目，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免费的娱乐体验。那当然，你觉得表演比较精彩的话，可以给一些小费。位于广场旁边有一家比较有名的礼品店，这家礼品店专门售卖圣诞主题的商品。一进入店内，你便会被浓郁的节日气氛包围。商店里面一部分产品是本地设计和手工制作的，还有一些类似于迪士尼的联名产品，我觉得都非常不错。这家店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比较偏贵，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个人需求去购买。现在我们来到蒙莫伦西公园，它是魁北克市老城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公园，它靠近省议会大楼。公园内有许多纪念碑与雕塑，大家可以看到城墙边上还有许多那个时期留下来的大炮。那站在城墙边呢，我们也可以俯览圣劳伦斯河和魁北克下城区，景色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现在来到魁北克文明博物馆，
这是魁北克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它展示了魁北克及世界各地的文明历史。展览内容呢丰富多样，从土著文化到当代问题，这里是了解魁北克文化和历史的好地方。这个博物馆比较大，它里面内容呢也比较多，它适合历史爱好者和家庭游客。如果是夏季来魁北克游玩的话，我比较推荐大家来这里，因为馆内比较凉爽，适合避暑。那这个博物馆大厅通常会有一些现场表演和互动活动来增加游客的体验性。它的演出时间一般会在官网上或者是前台的大屏幕上有公示。今天我们很幸运，我们在刚买完票之后就发现有一场演出即将开始，所以那我们接下来坐下来看一场演出吧。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区域是关于摔跤和拳击比赛的展区，讲述了早期的摔跤和拳击发展史。这里的一些小玩意儿呢还比较有趣，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多观摩观摩。这里有许多早期的拳击比赛所关联的比赛场地、电视节目和录制道具等等。它里面有许多类似于科技馆的道具项目，可以让你上手去操作的。对于这些道具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这个长镜头的直播摄影机，早期的电视机。这里是有趣的比赛后场地的展示，然后还有早期的照相机，可以上手的摔跤游戏机，这些等等都比较有趣，大家有空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房间的摄影作品我都比较喜欢，照片里面很能体现人物的背景、时代和他的眼神所流露出的情绪等等。这里还有很多其他场馆，比如现在我们在古罗马角斗场的演化史的，包括那个时候的文艺复兴时期所看到的一些雕塑和艺术作品。这里也有很多关于早期时期原住民的展区，里面有各种他们当时的生活器具和狩猎方式等等。这里是音乐演化史的展区，我对这个展区还比较感兴趣。在门口的时候，你可以领取一个耳机加手机，然后这个设备在你靠近每个不同区域的音乐介绍的时候，它就会播放相应的音乐和它的解说，很好玩的一个展区。
这里是椅子博物馆，摆放了各个不同时代、不同款式的椅子。哇哦，这里有个比较酷的老款雪橇车。360度四季环境模拟的幕布，早期的贵族马车，早期的缝纫器具，货币，早期的室内设施展示，极地的动物发展史，早期的劳作演示等等。最后还有一个礼品店，里面有一些小玩意还不错，大家可以去看看。从博物馆出来，我们准备去晚饭餐厅。那沿途路过这里的河边广场，这里有时候会举办一些小型的音乐节。途中我们经过了方提纳城堡酒店，酒店门口的广场上会有杂技表演，这里有许多游客在这里驻足观看。这家城堡酒店是魁北克的标志性建筑之一，酒店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中世纪的欧洲城堡和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元素。酒店曾接待过众多名人和政要，比如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查尔斯王子等等。我们来到晚饭餐厅，这是一家魁北克当地风味的餐馆，和我们上午吃 brunch 的餐厅是同一家公司的。服务员和我们说，上午的那家会定位偏高档一些。那这家餐厅的装饰和食物，我觉得都还在线，推荐他们家的鸡尾酒。那这家餐馆的 Google 评分在 4.5 分，那个人推荐呢7颗星。最后还是想吐槽，就是魁北克大部分的餐厅它都没有空调，没有空调是会很影响进食氛围和心情的。我们现在来到魁北克城堡，魁北克城堡是加拿大最重要的军事堡垒之一。它也是北美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堡垒之一，其建筑风格和防御设计反映了18世纪至19世纪军事建筑的特点。魁北克城堡俯览的话，你可以看到是一个新型的堡垒，它周围有很多炮台和掩体。那魁北克城堡内呢，设有一个军事博物馆，展示了加拿大皇家221医团的历史、魁北克城堡的军事发展，以及加拿大参与的各种军事行动。博物馆中有各种展品，包括了制服、武器以及其他的军事文物等等。那今天我们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赶上它的展览时间，所以我们只能在外围的城墙上游览一下。在去到省议会大厦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孔子的雕像，说实话蛮让我惊讶的，竟然能在魁北克的路上遇到一座中国公元前的历史人物雕像。那我们现在走到的这个地方呢，是魁北克省议会大厦的背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背面的状态都处于施工状态，
应该是在翻修某些地方。那这里呢是省议会大厦侧面的花园小路，那平常的时候可以来这边花园散步，还挺不错。魁北克省议会大厦是魁北克市的重要政治和历史地标，它是该省的立法和政治中心，也是法国文化和建筑风格在加拿大的一个典型代表。那因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也没有能够参观内部，希望下次有机会参观吧。游览完今天的行程，我们就往回走。突然呢，就发现此时此刻的夕阳美景，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吧。早上好，今天是加东之旅的第4天。我们计划上午到魁北克的蒙特伦西瀑布公园继续游览，之后就准备开车回到渥太华。到了渥太华之后呢，看时间是否充足，再去国会山附近逛一逛。刚刚退完房出来的时候，又经历了一次科目2考试。这家民宿其他都好，停车位是真的难停，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和停车位是真的小。但凡你大意一点点的话，都会刮蹭到墙壁上。所以如果有兴趣住这家民宿的，一定要考虑好自己的车技问题。我们现在到了蒙特伦西瀑布公园。蒙特伦西瀑布是魁北克市附近的一大自然景观，大家可以从地图上看到，它分西和东2个出入口，两边都能停车。我们是从东面进入的。进入公园呢是免费的，但是停车和其他一些活动需要付费。公园内呢有设置高空滑索项目。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东边的高空滑索的排队处。游客可以通过滑索飞越瀑布，享受从高空俯冲而下的惊险体验。公园内设有多个野餐区，游客可以在这里休息和享用美食。瀑布周边呢设有多个观景平台，游客可以自行选择在自己喜欢的位置欣赏壮观的瀑布。这里有很多条步道可以供大家徒步，可以选择从不同的角度或者高度去欣赏瀑布。这里非常适合喜欢户外活动的小伙伴。据说在冬季，瀑布的部分水流会冻结，形成壮观的冰墙。那此时这个地方呢，就会成为冰攀爱好者的天堂。今天天气不错，所以大家在瀑布下很容易看到彩虹。公园内提供缆车服务，游客可以从瀑布底部乘坐缆车到顶部，这样可以轻松欣赏瀑布的全景，非常适合想要轻松游览的旅客。当然，缆车的项目是需要另外收费的。我们在进门的时候买了停车费和缆车的套票。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游客还比较多。那这个缆车项目的缆车的车厢只有1节在来回往返接送旅客，所以我们在排队的时候等的时间比较久。下缆车之后呢，就是路过一个游客中心。那游客中心门口有一个漂亮的花园给大家游览。那另外有需求的小伙伴可以前往游客中心寻求帮助。紧接下来我们会通过一段步道，通过这段步道我们可以来到瀑布上方。瀑布上方呢有一座吊桥，游客可以步行穿过吊桥，俯览瀑布和下面的河流景观，而且还能看到空中滑索的游客。下了吊桥之后，我们会经过一座小桥，然后回到之前的停车场。这样的话，这个公园行程就结束了。然后我们打算在公园路口的麦当劳解决午餐。午饭之后，我们开往渥太华，只是没有让我们想到的是，上午晴空万里，下午乌云密布，然后下起了暴雨。
后面雨大到很多车都停路边，不敢继续开了。你这辆车很大，上海。哦，不是又来了，就是刚说雨好像小了，Oh no， 又变大了。不过非常庆幸的是，当我们进入渥太华市的时候，雨过天晴。我们到达渥太华之后呢，发现并没有很晚，所以我们来到国会山附近先浏览一下。渥太华国会山是加拿大政府的政治中心，也是渥太华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它不仅是加拿大联邦政府所在地，还是历史建筑、文化活动和游客观光的热门地点。国会山是可以免费参观的，但是需要提前预约。国会大厦前有一座象征性的火焰喷泉，叫做百年火焰，纪念加拿大1967年的建国100周年。大家可以看到，国会大厦前有一群人正在举行一些仪式和抗议，听说他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些不公平的遭遇。还有，据说每年夏天的夜晚，国会山会举行灯光秀，通过壮观的灯光和投影，讲述加拿大的历史与文化。灯光秀以国会大楼为背景。那目前看来的话，这里正在施工，所以我们应该看不到灯光秀。游览完之后，我们来到市中心的一家面馆。之前在 Google 上找到这家餐厅，看到网评还不错，所以我们准备打包我们的晚餐回酒店吃。吃了之后发现他们家的手工拉面是真的做得不错。那如果大家有想吃简餐的话，可以来这个面馆试一试。在简餐里面的话，我可能会给到8颗星。最后有个小插曲，就是我在取外卖结账的时候，因为老板人很 nice， 所以我想多给5块钱当小费。结果我在刷卡的时候不小心输成了5分钱，虽然后面补了现金，但是那个时候是真的尴尬到抠脚。因为我们回温哥华的飞机是第2天的早上，所以我们想把酒店定在机场附近。那这家酒店呢，性价比还蛮不错的，只是他们家的服务真的很垃圾，很垃圾，很垃圾。重要的事情说3遍。有想了解的小伙伴呢，可以在视频下留言。那 check in 完酒店之后，我们到机场旁的租车公司把车还了。我们想温哥华落地的时间是白天，所以我们订的渥太华出发的航班比较早，天还没有完全亮就出门了。那至此呢，我们的加东之旅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初次做视频还比较粗糙，但是我还在不断积累经验，所以未来的视频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最后求一波大家的点赞和订阅，拜拜，下回见。